在铁血故事的宇宙中，主宰地球的人类沦落为标榜外星猎人战斗实力的战利品，甚至有些族群还嫌在地球进行狩猎活动不过瘾，把人类拐到猎杀游戏星球，当作畜生一般宰杀。不过，人类并非善类，面对这群恃强凌弱的雷鬼头，人类当中英雄辈出，不论是达奇上校还是洛伊斯，个个都以弱制强，最终反杀这群来自外星的变态杀人狂。其中更有一位人类斗士，把猎杀铁血战士当作人生的终极目标，不惜追到宇宙的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赶尽杀绝。除此之外，他还洗劫铁血的外星飞船，夺取他们的武器库，甚至还像铁血战士一样设有战利品室，把惨遭虐杀的铁血战士面罩当作战利品陈列起来。面对人类世界横空杀出的这一位混世大魔王，损失惨重的铁血战士最终被迫派出一支精英部队前来与之对抗，却也被他杀得片甲不留。而这位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的人类斗士，便是女杀手西塔。今天科电影便为大家介绍这一位化身为铁血梦魇的传奇人物。2056年，在星球 X144328的茂密丛林中，一道火光点亮了深处，两个战士正在厮杀。提着巨斧的战士朝发射等离子炮的长毛战士飞扑过去，一刀划开他的肚皮。长毛战士随后反击，将巨斧战士踹到一旁，其手中的巨斧也跌落山谷之中。不过作为战场老手，巨斧战士立定阵脚，右手甩出手里剑，割破长毛战士的大腿，分散他的注意力，随后拔出利刃横空砍去，剁了长毛战士的右脚。两强胜负已分，落败的长毛战士摘下面罩，发出宁死不屈的哀嚎。巨斧战士手起刀落，让眼前这一位手下败将人头落地。不过得胜的巨斧战士看了他的面容后，却咒骂一声。只见摘下面罩的他，原来竟是女儿身，而这一位骁勇善战的战士，便是女杀手西塔。西塔一个女孩子家，为什么年纪轻轻便在全宇宙啪啪造，踏上如毛饮血的征途，甚至完成这一轮捕杀行动，却又满怀愤慨，面露不屑？这一切还得从她天真烂漫的童年开始说起。15年前，西塔随着父母来到达马拉星球进行研究工作。由于没有玩伴，加上厌倦在飞船上枯燥乏味的生活，西塔便跑到外头溜达，和一只外星青蛙聊起天来。达马拉毕竟是一颗新开发的星球，人生地不熟的环境，危机四伏。西塔的父母很快便找到他，不过执拗的西塔冲着父母噼里啪啦就是一顿抱怨，说他受够了飞船无聊的生活，以及飞船人工智能桑迪安排好的学习课程。妈妈还来不及安慰西塔，突然一股毛骨悚然的异常感知袭来，浑身不对劲的爸爸马上要母女俩回到飞船。死盯着树丛间的爸爸之所以有这番表现，其实是生存的本能在提醒他，因为现在他已经成为被锁定的猎杀对象，就像野外的动物被捕食者锁定时，会自然涌现出一种极度惶恐的生理反应。只见爸爸的肩头突然出现3颗红光，大伙还来不及反应，一道电光石火便穿透他的胸膛，倒在外星的荒野之中。知道强敌来袭的妈妈顾不上另一半的死活，拽着女儿西塔的手撒腿就跑。母女俩一路飞奔回到研究飞船，妈妈对着巡逻的队员大声呼叫紧急事态，可是敌人却尾随在后，眨眼间又是一道激光，把眼前伙伴的头颅轰得稀巴烂。研究队随即总动员，纷纷抄家伙出来迎敌。眼见敌方弹无虚发，招招致命，可是严阵以待的他们却连敌人的一根毛都没看见，就像是眼前的丛林活了过来，一一宰杀他们这群天外来客。妈妈把女儿送入飞船舱内，嘱咐西塔躲好。为母则强，为了守护女儿的生命，妈妈决定挺身作战，守护飞船。不过话语刚落，妈妈便被一张巨大的手掌掐住脖子，整个人像是待宰的羔羊一般被高举而起。而眼前这副虎背熊腰的巨大身影，便是把飞船所有人员赶尽杀绝的敌人。面对如此强大的存在，妈妈无力挣扎，只能叫西塔快逃。扎着脏辫顶着雷鬼头的敌人脱下面罩，露出杀红眼的狰狞嘴脸，对着西塔咆哮。说时迟那时快，妈妈拔出腰中的利刃，一刀便剁掉眼前外星猎人的一只下颌骨。外星猎人一手扶着自己的下巴，一手将猎物砸向自己的膝盖，在西塔面前将他妈妈活生生虐杀。随后猎人龇牙咧嘴地看向拾起妈妈武器的西塔，不过眼前的西塔还只是个小女孩，猎杀她有损其宇宙最强猎人的荣誉，因此抛下眼前的人类幼崽，拍拍屁股便离去。由于接下来会出现大量的铁血战士，所以我们先称这一只被毁容的为屠夫勒。对于屠夫勒来说，刚刚的行动只是一场再也平常不过的猎杀游戏，不过对于年幼的西塔来说，
他在1天内失去双亲，而且还是毫无缘由的惨遭杀害。年纪轻轻便遭逢如此残酷的巨变，他痛心疾首，撕心裂肺。屠夫勒出现的那一天，不但夺走他父母的性命，也扼杀了他的天真烂漫。从此，西塔化作复仇的死神，誓言找到杀害他父母的屠夫勒，即使穷追到天涯海角，也要宰了他，以报杀亲之仇。时间回到已经成为猎杀铁血专户的西塔，15年间，他离群索居，人工智能机器人桑迪成为他唯一的至亲。他倾尽所有精力去学习研究以及模仿屠夫勒的攻击行动，并且从战斗中学习摸透外星猎人的狩猎模式，抱着宁可杀错也不放过的决心，只要宇宙哪里有铁血战士的踪迹，他便往哪里去。西塔的战斗策略是，每当猎杀了一只铁血，便会将他的头颅拿来插旗，宣告他是这一片狩猎场的霸主，来吸引其他铁血的注意。随后到被杀的铁血战士飞船取得记录飞行轨道的黑盒子，从中查出其他狩猎场，借此找到新一批的铁血战士，直到他成功报仇雪恨，杀了屠夫勒为止。此外，为了能和这群拥有顶尖科技的野蛮对手抗衡，他也会从飞船上搜刮趁手的先进武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他们的武器对付他们。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西塔身着外星猎人的盔甲，头戴铁血生化面罩，活生生就是一只铁血战士。搜刮了飞船后，他便会把飞船炸掉，摧毁敌方所有的余孽后才离去。这个模式，西塔已经重复了大约20多回，也就是说，西塔已经击杀了20多只外星猎人。从他琳琅满目的铁血面罩战利品室便可以看到，这一位正值妙龄的年轻女杀手，俨然已经成为人类世界抗衡铁血战士的战斗力天花板。在每一次击杀铁血的行动中，西塔都会揭开他们的面罩，来确认是不是屠夫勒。虽然前后后猎杀了20几只，可是都不见屠夫勒的身影。不过西塔并没有因此气馁，反而心中复仇之火越烧越烈。完成这一轮的猎杀后，西塔一如往常搜刮了敌方所有资源和黑盒子，回到原本父母亲为之效力的研究飞船，便前往下一个铁血的狩猎场，再度展开追杀屠夫勒的行动。西塔之所以可以对铁血穷追不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缴获了外星飞船的黑盒子。虽然没法解读资料里的外星文字，不过却可以通过地图资料查获被杀的铁血曾经去过或是下一个要去的狩猎场，这也让西塔可以预测哪一颗星球即将成为铁血战士的屠宰场。可以预测敌人行踪是西塔最大的优势，这让他可以在那个狩猎场先做好准备，迎击前来打猎的外星猎人，达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局势。不过在启动黑盒子时，必须确保它是离线的状态，否则其他外星猎人会追寻讯号来源，前来猎杀屠宰他们同伴的西塔，那么西塔便会失去先发制人的优势。西塔把刚刚猎杀的铁血面罩悬挂在他的战利品室，人工智能桑迪前来告诉他，这一艘研究飞船年久失修，重力稳定装置的功能即将失效，而且粮食严重短缺，这都是他展开新一轮猎杀行动前需要先解决的棘手难题。自从屠夫勒屠杀所有研究人员后，这一艘研究飞船成为西塔赖以为生的家，也是他征战宇宙四海八方的唯一交通工具，更是唯一至亲人工智能桑迪的归属。不过15年来，欠缺维修保养的研究飞船已经问题丛生，而西塔操作飞船在宇宙四处征战，也只为报一己私仇，这让他成为飞船母公司阿斯塔的追击对象，所以没办法光明正大地开着飞船到任何人类基地进行维修。桑迪提出，在特斯基星球有个阿斯塔的前哨基地，仅有2个人员在那里驻守，他们可以潜入那里取得零件进行维修作业。为了继续复仇事业，西塔无计可施，唯有狠下心来对自己的族群发起袭击。进入特斯基星球后，研究飞船的系统开始崩溃，经过西塔一番玩命的紧急迫降，才完整无缺地降落在冰天雪地上。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飞船降落地点距离阿斯塔前哨基地大约1个月的脚程，而西塔只有8天的口粮。但是取得零件修补飞船势在必行，告别了桑迪后，西塔便徒步上路。他捕杀了一头当地的野牛充饥，可是天寒地冻，觅食不易，粮食是当地的稀有资源。很快的，他便遭受2位当地原住民的袭击，前来夺取他的美味烧肉。被飞行机车撞飞的西塔还来不及站稳脚步，便被原住民钉在后头的冰柱上。不过骁勇善战的西塔超出利刃，横空一砍，把原住民持枪的手掌剁了。另一位原住民眼见西塔并不好惹，立马放下烧肉，举手投降。西塔从他们口中得知，飞行机车是从阿斯塔的前哨基地取得，原来这座基地已经是一座死城，没有任何人员在里头。
这2位原住民不过是顺手牵羊而已。西塔饶了这2位原住民一命，骑上飞行机车便朝前哨基地奔驰而去。有了飞行机车，西塔1个下午便抵达死气沉沉的前哨基地。西塔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个基地已经被铁血战士袭击，那2位驻守人员已被斩首，成为高悬起来的肉块。看到眼前又有猎物自己送上门，说不定还是他朝思暮想的大仇人屠夫勒，因此西塔马上进入战斗模式。他走入监控室，从回播的录影中发现，击杀基地人员的外星猎人竟然手持他不久前失去的巨斧。突然背后传来一股浓烈的血腥味，上的山多中遇虎，一直以来猎杀铁血的西塔，这一次竟然成为猎物，走入了敌人的陷阱之中。外星猎人手持巨斧偷偷逼近，西塔感受到背后强烈的杀气，迅即侧身用激光枪防卫。巨斧将激光枪一分为2，不过反应迅速的西塔把倾泻而出的能量喷向敌人，随后逃离监控室，埋伏在墙角。原来这家伙曾去过 X144328星球，识获西塔的巨斧，并且一路跟踪他，抢先一步到达这座前哨基地，杀了基地人员，设下陷阱等他上钩。换句话说，这2个家伙是因西塔而死。因为铁血战士喜暖恶寒，他们的猎杀行动往往选在最炎热的季节或是地方，所以这一次反常出现在冰天雪地的前哨基地，单纯是为了猎杀西塔而来。西塔偷袭失手，由于没有外星盔甲的保护，也欠缺武器，西塔在肉搏战中落下风，唯有攻他下盘，趁机跳出窗外逃命。西塔看到远处停靠的小飞船，火速朝那里奔去。可是外星猎人穷追不舍，在这场不公平的决斗中，西塔被猎人的手炮击中左脚。可有趣的是，原来这是一只机械义肢，毕竟西塔过去15年都在和铁血一族厮杀，失去一只脚也不出奇。西塔缓缓爬入飞船舱内，看到眼前的猎物已经成为囊中物，猎人缓缓逼近，享受这一种胜券在握的优越感。可是西塔也不是省油的灯，只见他等猎人和飞船拉近距离，便点燃引擎，将站在飞船喷口的敌人烧成黑炭。智取对手后，西塔凑进去瞧，确认不是屠夫勒，便取回自己喜爱的巨斧离去。西塔在基地里修好一只后，便搜刮了前哨基地，取得飞船的维修材料和粮食，也带走了一瓶烈酒犒赏自己。开着飞行机车，兴高采烈地返回飞船的西塔，浑然不知他的一举一动早已被监视着。西塔一边喝酒一边修补飞船，桑迪正和西塔分析外星猎人找上门的原因。原来西塔长期狩猎他们，甚至杀了他们20多位伙伴，因此吸引了他们的注意。铁血在调查西塔的过程中，得知他乘坐的是隶属阿斯塔的飞船，所以便锁定所有阿斯塔前哨基地，派出铁血大军大开杀戒，打算乱枪打鸟，直到找到西塔为止。西塔一听不得了，这代表会有更多基地的无辜人员因他而死，因此打算通知正在缉拿他的阿斯塔，即使是暴露自己的行踪也在所不惜。可是西塔话刚落，桑迪便通知他敌人来袭。只见2艘铁血飞船从天而降，对西塔的研究飞船一阵狂炸。这是铁血第一次利用铁血飞船对外族进行猎杀，而且还是2艘，加上刚刚被烧成炭的那一只，代表这一次行动是3只铁血围剿单一猎物。如此阵营可说前所未闻，足见西塔已经成为铁血世界的头号公敌。西塔开着飞船在空中闪躲，可是铁血飞船左右夹攻，强大的火力甚至把飞船内的西塔震得飞起。西塔让人工智能桑迪接手飞船，他超出火箭炮，爬出船顶，一击便摧毁了一艘铁血飞船。西塔嘱咐桑迪记录这一艘飞船的位置，好去探查刚刚被击落的是不是屠夫勒。危急中仍不忘验证敌人身份，可见他心中对猎杀屠夫勒的执念有多深。另一艘飞船躲到下方，再次给了西塔他们重击，西塔的火箭炮飞突而去。眼见命在旦夕，西塔吩咐桑迪把他的铁血武装拿来，并且让飞船降落在地，打算和敌人来一场面对面的厮杀。久经铁血沙场的西塔知道，从空中用强大的火力击落敌人，并非这群外星猎人的荣誉守则，因此现在发起挑战的他会获得对方的尊重，和他在地面上展开较量，一决雌雄。从这一点便可以看出，西塔之所以能够猎杀20多头铁血，靠的并非是高超的战斗技能，而是智取。装备好武装，提着巨斧的西塔大声呐喊，就像达奇上校一样，呼唤他的敌人发起挑战。只见一束强光从空中击落，果然如西塔所料，嗜杀的铁血战士绝对不会放过可以手刃猎物的机会。烟雾中出现一副有着朋克风格的铁血身影，张狂的外貌将其强横野蛮的个性展露无遗，在此便称他为朋克头吧。冷风呼啸，2强在雪地间对峙。
庞克头步步逼近，不过这正是西塔所要的。当距离够近了，西塔便往一侧跳去，由桑迪远端遥控的飞行机车从腾腾烟雾里冲出，把庞克头撞飞。西塔卯足全力一跃，提着巨斧劈去，可在这生死交际的时刻，刚刚的酒精开始作祟，西塔势头不准，反被庞克头用长矛刺穿了肚子。庞克头将西塔狠狠砸在地上，俯视眼前这一位亵渎他们荣誉的鼠辈。西塔垂死挣扎，庞克头掐住他的脖子，将他高高举起，扒下他的生化面罩，伸出腕刀，打算拿下这颗意义非凡的头颅战利品。不过对西塔来说，他唯一在意的是这一只战士是不是屠夫勒，临死之前还碎念着面罩底下的是不是杀父弑母的大仇人，否则还没报仇雪恨的他死不瞑目。突然一阵强光往他们俩照来，西塔用尽最后的力气，拔出拳刀往庞克头的脖子刺去。庞克头的脖子血浆大喷，西塔跌落在地。这时强光处一声令下，激光齐发，将庞克头轰烂。西塔挺着虚弱的身子揭开庞克头的面罩，可是眼前这家伙也不是屠夫勒。失血过多的西塔失望地躺在一旁，昏死过去。至于刚刚救援西塔的，便是前来缉拿他的阿斯塔武装人员。降落在特斯基星球的阿斯塔工业侦察舰里头的研究人员正在解剖庞克头的尸体。侦察舰的船长对刚刚苏醒的西塔说，他们是跟踪飞行机车上的追踪信号找到他的，而他们想知道的是，西塔为何会开着15年前失踪的研究飞船，为什么达马拉星球上横尸遍野，飞船研究人员尽数惨遭屠杀。不过西塔对于15年前的惨剧绝口不提，船长唯有将他打入牢房，打算从他飞船上的飞行日志中寻求那一场惨剧的真相。保罗是侦察舰的首席科学家，他在西塔的飞船里发现了他的战利品是，也从飞行日志中得知西塔多年以来一直在猎杀这群外星人。保罗对于西塔能够单枪匹马击杀那么多铁血感到震惊不已，也好奇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此来到牢房里找他，不过却被西塔挟持作为人质，打算夺回研究飞船远走高飞，好完成他的复仇事业。无奈寡不敌众，西塔很快便被阿斯塔武装人员包围。偏偏就在这时，船长接收到入侵的警报，原来外星猎人已经侵入侦察舰，正在大开杀戒。西塔知道入侵者的目标是他，不过现在却要所有侦察舰的人员陪葬，他不愿再看到有人为了他送命，因此请船长与他一起合作，诛杀来犯的敌人。保罗亲眼看到西塔猎杀铁血的战绩，因此也力荐西塔率众迎敌。事已至此，船长便同意合作，也把专属西塔的铁血武装还给他。西塔提议将入侵者引入货舱进行围剿捕杀，并且通过广播告知所有飞船人员往货舱集中，把外星猎人引过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飞船武装人员手持武器，随后躲在箱子后方躲避敌方的热视觉。不过敌人来到货舱，见到西塔一人矗立在中间迎接他，觉得有蹊跷，便转身消匿而去。西塔看到敌人没有上钩，马上叫大家撤离，可是船长认为大家躲在货舱是安全的，因此不理会西塔。这时一只三角机械虫爬了进来，西塔一看吓坏了，赶紧叫大家逃，可终究迟了一步。除了西塔、船长和保罗，其他人纷纷被炸得粉身碎骨。船长把所有错误都怪在西塔头上，认为是西塔不懂装懂，害死全部人。说时迟那时快，巨大的大刀穿透船长的胸膛，随后给他来个腰斩。西塔看到眼前强劲的敌人锐不可挡，全部人都因他而死，顿时心灰意冷，失去斗志，打算落跑。不过魁梧的外星猎人一手抓起西塔的脚，便把他拎起来。西塔超出利刃反击，也被巨大的敌人打落到一旁。西塔惶恐地在他手中挣扎，只见敌人缓缓摘下面罩，露出龇牙咧嘴、凶神恶煞的恐怖面容。原来这只一登场就把侦察舰屠杀殆尽的铁蟹，便是他穷尽一生追杀的大仇人屠夫勒。突然一道激光射穿屠夫勒的肚子，西塔因此跌落在地。屠夫勒斜眼看去，原来是科学家保罗对他发动攻击。屠夫勒举起左手要发射手炮，也被保罗一枪打断了手。保罗毕竟是文官，眼见连中2枪的敌人还可以超出手里剑反击他，吓得连动都不敢动。看到连保罗都鼓起勇气反抗，那一股以弱制强的精神再度灌满西塔的胸间。他在一旁吆喝着吸引屠夫勒的注意，说他才是屠夫勒的心腹大患，是他15年来不断猎杀屠夫勒的族群，只为了找屠夫勒报仇。西塔拾起了一把激光枪，对准屠夫勒的后背一枪射去。浑身是伤的屠夫勒抄起大刀，转身便扑向西塔，
一刀砍断了他的激光枪。不过西塔敏捷地跃到刚刚跌落在地的利刃那里，拾起原本属于妈妈的利刃，翻身一转，手起刀落，大力一砍，把屠夫勒的头剁了下来。15年，西塔终于亲手杀了屠夫勒，报了血海深仇。他矗立在火光漫天的雪地中，敌人荧光的血液溅满他的身子，可是他并没有因此获得内心的平静和安宁，因为他知道，只要嗜杀的铁血族群一天不灭，宇宙各地便充斥着家破人亡的悲剧。保罗问西塔，接下来他们俩何去何从？西塔说，诛灭铁血一族势在必行，不论对方有数千数百万乃至千万，他都要把他们抹杀殆尽。屠夫勒的头颅成为插旗宣告胜利的标志。西塔带着科学家保罗登上远方的研究飞船，和人工智能桑迪三人一起踏上了诛灭铁血一族的征途。猎杀铁血专户，西塔的传奇人生并未结束。随着屠夫勒被灭，他和保罗以及桑迪在宇宙四处征战，甚至还闯入超级铁血战士的猎杀游戏星球，也就是2010年电影的这个外星狩猎场，拯救一群来自不同时空的战士。若大家对于西塔的故事有兴趣，不妨给个赞，我将继续为大家推出他的传记解说。西塔在15年间不断猎杀这群全宇宙最顶尖的战士，加上屠夫勒已经达到第26只，想到如此战绩竟是出自一个人类少女之手，让人啧舌。加上每一轮战斗都会将铁血的头颅插旗炫耀，甚至还把他们的面罩当作战利品收集，可见西塔不知不觉已经化作他誓言要抹杀殆尽的铁血战士。铁血故事总是逃离不了人类成为待宰的羔羊，不断处于被猎杀的劣势处境。不过西塔的故事却反其道而行，曾经全宇宙征战的铁血战士如今沦为人类的猎物，不单惨遭屠戮，头颅还被拿来插旗。这一种将人类从猎物转为猎人的设定，一改过去铁血狩猎人类的死板作风，为这系列带来耳目一新的气象。很高兴终于能够在铁血宇宙中可以看见人类世界出现一位勇闯外星猎杀铁血战士的杀手。那一天，铁血终于回想起沦为猎物被猎人支配的恐惧。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感谢你的观看和支持。若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给我小小的鼓励。我们下回见。